警方最开始倾向于是情杀，排查大量人员之后，没有任何线索。3年之后，第2起案件的受害人吴芳芳出现了。当天晚上11点，凶手尾随吴芳芳到达了集成厂单人宿舍，并用钝器袭击其颅脑。凶手改变了作案手法？没有。现场发现了残留的麻醉剂，还有玻璃瓶碎片，打斗的痕迹非常明显。凶手应该是想麻醉吴芳芳的过程中，遭到了吴芳芳的激烈抵抗，打晕之后，并用电话线把受害者捆绑，之后割腕将其杀害。凶手走的时候带走了屋里全部的贵重物品，而且当时案发的辖区属于另外一个分局。管辖的民警根据现场情况，认定这是一起由入室盗窃引起的激情杀人，所以并没有跟之前的案件进行并案。凶手虽然被迫改变了作案手法，但是他的作案特征没有变，他依然还是会每次拿一个闹钟，在受害者昏迷的时候，把闹钟放在受害者面前，并把表盘的一面朝向受害者，熄灯之后再拿走。所以才会留下这个方块的痕迹。出来吧，累不累啊？吓我一跳，挺巧了。是啊，我上次在高队这儿落了个东西，我进来找一找，还真没有。那我先走了，回去。快！钥匙哪儿来的？什么钥匙？你说什么钥匙啊？找什么来了？打你来警队那天开始，我就知道你是奔着什么来的。但是我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，我再来晚一步，你的性质就变了，知道吗？立马离开警队。海州市公安局大门以后永远向你关闭。我要看卷宗。你要看什么呀？我要查海州案，我要看海州案的卷宗。这么多年，你从来没想过查海州案是不是？你把海州案继续查下去，你的秘密就被别人知道了，你今天所得到的一切荣誉都会消失掉，对吗？冷小兵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查，我查。今天别拦着我，你要是不拦着我，可以装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。但如果你拦着我，我就拦着你了，我还真就拦着你了。你现在就把当年的事说出去，你现在就把当年的事说给每一个人听。我每天晚上我都恨不得，我每天晚上我都骂我自己，我每天晚上我都恨不得这个事让所有人知道。你让警队每一个人都知道冷小兵，真正的冷小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也让全海州市的人都知道，当年就是那个冷小兵放走了海州案的凶手。我自己做错的事我担，我这身衣服我该脱我脱。你把这事说出去，我就彻底解脱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谢谢你让我解脱。
我也能睡个好觉。你解脱了，你解脱可真容易。我呢？我告诉你，梁小明，你根本就不理解，亲眼目睹自己亲近的人被歹徒杀害是什么样的感受，而且这个歹徒现在还在逍遥法外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点证据都没有吗？啊，这么多年你根本就没有再查过。我告诉你，梁小明，17年你还是没有变过，你就是那个胆小、懦弱、不可开枪的小警察。咱们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知道吗？你不能报私仇。等等。没事，刚才教他两招。签这里是吗？嗯，是的。好的，好了，这边请。哎，您好。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。我要想说的是，自一战时期以来，心理学家为了研究残酷的战争给士兵的心灵带来的创伤，发现了弹症症，一直发展到今天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。它的诱因呢，却是变得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不可见。谢谢潘教授。潘教授，我是海州市医院精神科医生甄宇。对不起，我赶了飞机。是夏木让我来找你的。你刚才说你是夏木的心理医生？是。他现在怎么样？他为什么自己不来找我？他现在在刑警队身份有些敏感。其实并不是他委托我来的，而是我自己擅自做主，特地想来跟您见一面，了解一下他之前的治疗情况。啊，他现在在你这儿看病？嗯。如果您需要他的病历，我可以。啊，不用。他现在的病情还稳定吗？基本上还算是稳定，但是一见到血还是会犯病。怎么会这样？他的晕血症早就恢复了呀，难道又出现了反复？他最近有些行为异常。我真的很想夏木能快点成为一个正常的人。沈医生，你一定也有自己不少的患者，那为什么对夏木那么关心呢？我和他，我们都是海州案的牵连者。你是真的以为夏木的病仅仅是因为童年的创伤？难道不是吗？夏木的童年创伤啊，已经被治愈了。他有明显的震颤、幻觉，还有无端的窒息，这些都是创伤症的典型表现，怎么会被治愈呢？他能够通过警校的考试，包括面试和心理测试，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而且我侧面也找人打听过，他在警校的这么些年表现得很好。按理说我不该给你看这些，可是既然你跟他有相同的经历，更了解他的想法，我也想你能够真的帮助到他。有人在前面逼着一下，他在跑，好像是在追一只兔子，不知道谁开了一下，这都是谁？见我身上就淤血，我害怕极了，我害怕极了，这是谁？
所以我的判断是，他一定是有了新的刺激源，诱发了他童年的创伤。哎呀，可惜我苏护缠身，没有时间去调查清楚啊。那您知道夏木来海州之前都去哪儿生活过吗？啊，湿地保护站，和他的姥爷一起生活。潘教授，我们该走了。夏木的病历您可以给我一份吗？潘教授，我们今天的谈话啊，我知道，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。尤其是刑警队跟警校。明白，放心吧。沈宇，哎呀，还真的是你啊！黄院长，你跟潘教授认识啊？认识啊，您看错了吧？哦，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呢。一晃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？7、8年了吧？真没想到你还记得我。我当然记得您了，我在您手底下实习了这么多年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冷队找过你吗？冷队？哦，就是重案队的冷小兵啊，他是我的朋友，前一阵儿到安定医院了解过你爸爸的情况。我觉得他们可能要调查你爸爸失踪这个案子。怎么，他真的没去找过你吗？还没有。袁叔叔，小雨，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？我把饭盒落在办公室了，我去帮他拿下。快去吧。小伯伯，我来找2本书。哎，去吧去。小伯伯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反正饭盒拿到了。我爸这几天得了重感冒，身体不太舒服，所以想请几天假。你们可以帮我把这张假条给院长吗？没问题啊，说说吧。谢谢袁叔叔。没事。龙队，黏着你吧。帮我点碗馄饨去。得嘞，速3鲜。我把那天晚上监控视频延展了一下，发现夏木在那天晚上9点09分的时候，在海州市肉类批发市场出现过，但并没有发现沈宇。9点09分。嗯。批发市场离沈宇家多远？不是很远，300-400米。夏木到批发市场干嘛去了呢？人到齐了，我说2句。来，我就以茶代酒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。来，来，谢谢高队，谢谢高队。来，我还有一些喜事要公布，我要为重案队再添1员虎将。
陈涵同志的调职申请我已经批准了，从现在起，陈涵就是重案队的一员。怎么，大家不欢迎吗？欢迎！恭喜小陈同学啊！恭喜！欢迎来我们这，梦想成真了！谢谢大家。是。哎，大哥，我敬你一个。来一个，来，来了啊！来，二哥，是啊，你要是想替我当这重案队队长啊，我说你干比我合适。是。不是你说都这样回了，你这安排到我身边，商量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，直接就宣布了，你让我对队长咋当啊？总队，上次马云的案子还是我找到的眼镜线索呢。陈涵同志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想让你进重案队，我在这保护你，我是为你好呢，知道吗？你自己抬眼看看，整个重案队清一色大老爷们儿。每次要办理这起女性案件的时候，还得从别的队调人，你是不嫌麻烦，人家可是一肚子怨言，还说你观念封建、重男轻女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反对无效。来，大家举杯，欢迎陈涵入队！欢迎！加油！来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。那是一帆风顺啊。怕我回去投卷宗啊？跟高队说了你想查。等一下，高队已经上报情况，你可以了解案情了，知道吗？我就想看卷宗。这卷宗不是谁都能看的，你不光你不能看，我也不能看，懂吗？你这个只能了解案情，你还想干嘛？我真的只是想查案。你呢？那倒也不是不能也瞒。什么办法？这哪儿？干什么呀？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搜索案件相关的简报。
答应我几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不许隐瞒任何信息，有线索第一时间向我报告。第二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擅自行动，听见了吗？第三，这个事仅限你跟我之间知道，不能再牵扯警队第三个人。合情合理，我答应你。这些是我做的笔记。首案发生在1991年5月18号下午4点，受害人叫韩秀，女，24岁，案发地点棉纺厂家属院。受害人体内发现了麻醉剂和肌松类药，现场没有遗留任何指纹、毛屑、足迹、皮屑等线索。尸体也没有被性侵，没有目击证人，当时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会是一起连环杀人的开头。警方最开始倾向于是情杀，排查大量人员之后，没有任何线索。没有线索。3年之后，第2起案件的受害人吴芳芳出现了。当天晚上11点，凶手尾随吴芳芳到达了集装厂单人宿舍，并用钝器袭击其颅脑。凶手改变了作案手法？没有。现场发现了残留的麻醉剂，还有玻璃瓶碎片，打斗的痕迹非常明显。凶手应该是想麻醉吴芳芳的过程中，遭到了吴芳芳的激烈抵抗，打晕之后，并用电话线把受害者捆绑，之后割腕将其杀害。凶手走的时候带走了屋里全部的贵重物品，而且当时案发的辖区属于另外一个分局，管辖的民警根据现场情况认定这是一起由入室盗窃引起的激情杀人，所以并没有跟之前案件进行并案。凶手虽然被迫改变了作案手法，但是他的作案特征没有变，他依然还是会每次拿一个闹钟，在受害者昏迷的时候，把闹钟放在受害者面前，并把表盘的一面朝向受害者，熄灯之后再拿走。所以才会留下这个方块的痕迹。1998年，第3起、第4起案件同时发生，中间只间隔了1天，但是距离上一起案件已经隔了4年。之后市里就成立了专案组，我师傅当时就是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，也是他当时提出了把这4起案件并案调查的想法。海州案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才宣布正式开始调查。2000年9月份，第5起。为什么是麻醉剂和激素药？听说过注射死刑吗？凶手应该是在模仿注射死刑。闹钟是为什么？闹钟那就是变态的。凶手在折磨受害者。少量的麻醉剂，大量的激松药，让受害者保持清醒。为什么闹钟冲着受害者？凶手想让受害者看着闹钟，看着时间，一点一点死去，是吧？
所以他走的时候，很痛苦，对吧？啊？老师去给你买鱼啊，老爷做的那种。等我回来。我去洗把脸。服下去之后啊，你会反应迟钝，记忆力下降。要想真正的治愈啊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创伤。受害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没什么联系，但是共同特征有一个，都是20到35岁之间面容姣好的青年女性。不是我们就没有其他线索可以查下去吗？有一条。凶手当时用你们家楼下的公用电话打过电话报过警，那上面有他的指纹，但是那个人应该是右手有严重的烧伤，指纹是残缺的。他为什么要报警啊？凶手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，犯罪现场都没有留下指纹，为什么会在公共电话上留下指纹呢？挑衅，他就是要一个仪式感，他就是要告诉我们。是他赢了。有没有关于那个电话的线索？我想看一下，我觉得那条线索肯定可以查下去。说实话，我不想让你帮这个案子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让你以后过得像我一样。有人吗？干啥的？大爷，我找人。你找谁啊？夏木，你认识吗？找夏木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女朋友。如果我们找到凶手，但是又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凶手，你看怎么办？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办我就怎么办。我告诉你，小木，这事儿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事，这事儿关系到警队的声誉，关系到西城的警察，关系到很多这么多年里头备受煎熬的受害者家属。你相不相信这社会上有法治？把那个凶手绳之以法，让他在阳光下接受审判，才是最好的结果。好多人都等着真相大白那天呢。
是死活都找不到证据呢？我想一个人走一走。你不要被魔鬼逼成魔鬼。随便进啊！干什么的？警察。哦，警察同志啊，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。这个呢？先见过。你这有监控吗？有。人是你吗？是我。那天晚上什么情况？那天晚上，那人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，浑身大白子。气都喘不上来，都快憋死了，那脸白的跟见了鬼一样。怎么样？这个人好像有震颤的问题啊。当然了，单从你发的这段视频，我很难判断导致他震颤的原因啊。如果一个人在他童年的时候目睹过凶杀案，那他长大以后会不会有这种情况？完全有这种可能。在医学上称之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症。如果童年时候的创伤没有及时完全的被治愈，只要遇到类似的刺激，就很有可能诱发病情。前段时间我们心理学会在海州举办了一次系列讲座，就有这方面的内容。我现在就发给你了啊，你好好的看。 OK， 好的。我想要说的是，自一战时期以来，心理学家为了研究残酷的战争给士兵带来的心理创伤，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，一直发展到今天的。哎，神院去了。这天他去了。散会的时候我还看到他和主讲人潘炳生一块离开会场。之后我查了一下与会者的名单当中没有沈玉，当时我以为完全是一个巧合。顺利吗？顺利，坐了辆车，正往那儿开呢。哎，对了，我爸那边有新线索吗？没有，还没什么进展。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啊？你爸呢？他离开你好久不露面，没什么特别的原因。他就是不想见你，没准成家了，就生孩子了。爸爸，你看，你曾经说过，只要我获了奖，你就给我买汉堡吃。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嗯。哇，谢谢爸爸。喂，你没事吧，小雨？没事。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接着帮你查啊，你开车要小心点。好。有人吗？干啥的？大爷，我找人。你找谁啊？
夏木你认识吗？找夏木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女朋友。没听说呀，啥时候处的对象？这小子挺有眼光的。姑娘，您贵姓啊？我叫小雨，我们也是刚谈没有多久，这2天吵架了。他说他想回老家清静清静，但是我的电话也打不通，信息也不回，我很担心他出什么事儿，就来这边找他。夏木这小子呀，好长时间没在我们这儿了。那您知道这有没有他的什么亲戚啊、朋友啊？他家的情况没告诉你？他只有这么一个亲姥爷，是我们这里的保护员。那您带我去见见他姥爷吧。老夏已经去世了，是去年10月份的事儿。去世了？啊。我能进去看看吗？可以啊。他姥爷出什么事儿了？那天漩涡呀碰见2个盗猎分子，把他姥爷给打死了。出事后我们站第一时间通知了他的学校，可这小子一直到现在都没给他姥爷办葬礼。他姥爷的遗体啊，到现在还在殡仪馆的冷库里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大哥，你们2个一个也跑不了。别跟我闲着，我可就会开枪的。哟，同志，你小心拽着你的手上是老伴儿呢。臭你，还说我！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什么时候你让我抱一个出卖孙子？啊！哎，老夏，你都60了，说说你有什么愿望？愿我的大外孙子将来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警察。你又来这套，你生日你的愿望是什么呀？你平平安安的，就是我最大的愿望。老夏呀，我呢，毕了业想回海州，您跟我一起回去吧。啊，你到哪儿，姥爷就到哪儿。姥爷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。哎，别拉扯。小雨，等一下。小雨，哎，老夏的烈士证转交给夏木，还有一笔抚恤金，他得回来到民政局去领取。你跟他说啊，不少钱呢，不过手续很麻烦，让他回来给我打电话，我带他去。行。大爷。哎，那2个盗猎分子被抓住了吗？那2个盗猎分子一个跑了，正通缉呢，还有一个被打成了重伤，跑回就医，在家躺着呢。你好，我们是海州市刑警队的，想跟你了解些情况。哦，可以啊。
前2天在这开了一个心理学年会，这2个人你见过吗？这不就是那位心理学教授吗？这个呢？这一位实在想不起来了，那天人流量确实挺大。那天监控可以看一下吗？哎，点一下，放大。房子，我跟陈涵看了书包的监控了。人家潘敏生和沈宇之前都不认识，2个人单独聊了20分钟左右。监控画面里，他们拿平板电脑在看一个病人的资料。是夏木吗？看不清。行，知道了。你念我这个啊。哎，我都到电信局了，你什么时候到啊？现在就去。好，刘队啊，你查的这个固定的电话号码已经停机快10年了。你也知道，我们系统呢一般就保存6个月，遇到特殊情况呢，最多3年。你这10年了，实在找不到了。不是，你能找着啥？哎，老关，帮我查个人，徐英平，资料发我手机上。徐英平在滨江路开了个酒吧，现在你去看一下，地址我一会儿发给你。我劝老关呢。嗯。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？我把管片这20年内所有失踪人口的档案都查了个遍，愣是没有沈海洋的资料。沈宇不是来报过案吗？是来报案了，但只留下这一份受案登记表。那封信呢？沈宇说那是他爸留给他唯一的纪念。结案的民警看完信之后，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就还给了沈宇，也没留备份。就完了？这不是。我问过当时负责这个案子的民警老秦，当时他不光去沈宇家做了回访，还特意带了一名技术员去沈宇家采集沈海洋检材，结果什么都没找到，没指纹、没足迹、没照片，没有皮屑、指甲、头发。这么说吧，凡是咱们能验到沈海洋身份的检材，全没提取到。你不觉得这就像是一个犯罪分子清理现场的典型做法？你是说沈海洋根本就没有失踪，而是畏罪潜逃？就这案子，咱还得查，不光查沈宇，跟沈宇有联系的人全都要查。谁让你进来乱翻东西的？出去！出去！徐伯伯，你是夏木，印刷厂家属院，您家小店以前就在我家楼下。小夏，你长这么大个啊！今天来我是想问，你家店里以前有个公共电话机，现在还在吗？那你进来的时候，保不准他已经看见你了。哦，我现在是刑警，我想
调查一下之前的案子。金南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。那在这儿呢。有说话？啊，找着一电话。这破电话还真让你找着了。坏了，我去找技术队王伟。这属于古董修复，他干不了。其他案发现场去了吗？去了，都改建了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咱不说这不开心的，我带你修复古董去。走。哎，你好，您是来看房的吗？哎，我自己来。哎，您是之前有了解过，还是你第一次来啊？了解过。哦，我们就要你那个2号楼1单元302。2号。您说这个楼啊？这房子有是有，但是这是个老楼，没有电梯。我看您这腿脚不方便。哎，您看这个怎么样？就旁边。多管什么闲事儿啊？我又不麻烦你，我一不出门二不下楼，这跟腿脚方不方便没关系。啊。手机。搞定，你现在可以在手机上看了。哎，你这属于非法监视别人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东窗事发之后，我是要坐牢的，关好几年呢。你真的不打算跟我解释一下啊？你知道的越少越好。你在卫生间也加台摄像机，这里正好对着夏木进出的路。就这儿，这家都开20多年了，他这儿修不了哪儿的关系。哎，潘大夫你认识啊？哪个潘大夫？姓潘大夫多了，说电话去啊。心里难受别憋着，他憋出病了。老板，哎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这有一个老电话，你能修吗？我看看。兄弟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年头太久了，修不好。留着。修这放来干嘛呀？这电话有储存功能吗？有啊，有块电路板就有存储功能。我要找个电话号码。哦，全在这里边呢。好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看，出来了。能打印一份给我吗？哦，能。
生。何先生，药都吃了吗？怎么样啊？吃完了。我头疼，越来越严重了。我都好多天没睡过好觉了。我总是看见他在我屋里走过来走过去的。药物治疗本身就只能是缓解，不过没关系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明天你来一趟医院，我们开始正式的治疗。好。行，那明天见。喂，爸。爸，是你吗？